国产积木真的太疯狂了，同样是擎天柱，乐高擎天柱大概只比它的膝盖高一点，躺下来看也就只比它的脚掌稍微大一点点。如果通过上面的镜头仍然不能充分的感受到它的巨大，那么再对比目前市场售价加起来大概在2800左右的30天火擎天柱，放在它边上呢，大概就到它膝盖的位置。包括3A 的大比例变2擎天柱，还有外转擎天柱，被天火擎天柱爆掉半边脑袋的大比例油罐威变5擎天柱。那如果再看1000多的 DLX 级别的柱子哥，那大概呢也就是它的一个脚掌的大小。所以基本上可以讲，这款来自 K 盒子的高度接近1米的重量达到 7.7公斤的天火擎天柱呢，在所有在售的变形金刚题材魔玩里面，应该都是一个绝对 C 位的存在。唯一可能对它构成威胁的就是 Prime One Studio 的天火擎天柱了，不过价格可能是它的3倍、5倍还是20多倍呢？那天火擎天柱作为电影变1到变5里最帅最强的柱子哥，在变2的片尾压轴登场，并在埃及沙漠大战中轻松爆杀威震天和堕落金刚。也正是因为他的一个无情的爆头，咱们的老威从此开始了凄惨落魄的沙漠生涯。值得注意的是，这款擎天柱的发布距离 K 盒子家的上一款大黄蜂只过了大概1个月的时间，所以我们确实也非常的好奇，这么快的新品发布速度是否能够保证良好的拼搭体验，有哪些亮点和槽点？那通过我们今天的评测，我们就来全面的看一下。除了拼搭体验以外，我们还会关注的问题包括这款套装是否能够再次给我们带来一些全新的不一样的设计方案。那这款套装呢，也是一个彩盒搭配独立牛皮纸箱的包装，总重量达到了13.6公斤。打开来，除了成品的渲染图以外，彩盒左上角还标注了套装编号以及零件数等信息，下面呢还标了一个专利号。那我们也查了一下这个专利，这个专利呢是申请于2022年11月1号，也就是至少在5个月以前，它的设计就已经基本上完成了。那彩盒的背面则是标注了100厘米的成品高度，另外也对一些关节可动进行了图示介绍。打开彩盒，里面一共是4个零件分盒，那一共是包括了21个零件分包，17个大步骤，另外也有一部分零件并没有装袋。拼搭手册装在这样一个透明的袋子里，厚度大概是1厘米多，一共是包括984步，平均每步9个零件。另外贴纸是有这样的4张，那也是采用的透明贴纸，粘贴的时候最好是准备一把镊子比较好，否则容易留下指纹印。好啦，那下面我们就开始拼搭，同时来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设计。这里可以看到设计师在支架的顶端中间这里设计了一个大转盘结构，中间使用了4枚8齿齿轮作为阻尼，这个结构可以支持身体主体的轻微侧向弯腰动作。接下来这里也可以看到背部下方飞翼的固定以及联动结构，那设计师在这里是使用了2套铰链带孔壁零件，因此可以实现飞翼的整体角度调整的效果。这里看一下背部两侧喷射器的固定以及联动结构。首先，喷射器的前后旋转是通过这个大转盘实现。设计师同样在内部设计了4枚8齿齿轮作为阻尼结构，同时在外面还有1枚。测试下来，阻尼的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另外，设计师还在这里设计了2组共4套铰链带孔壁零件，原本可以实现在2个维度上的角度调节，不过其中一组呢，设计师使用了一些十字轴连接件，把它的角度给固定了下来，因此这一组并不能调节角度。完成了支架，接下来就进入关键的腿部大模块的搭建。这里看下脚部的水平旋转相关结构，设计师是在这个大转盘的四周呢，一共设计了4枚16齿齿轮作为阻尼结构，同时也是对水平旋转进行了限位。进一步的，整个脚部的侧向旋转则是通过上面这里的小转盘零件实现，而与之啮合的20齿齿轮呢，则是作为阻尼的用途。那这里就可以看到关键的膝关节核心联动结构了。在整个方案上和此前的大黄蜂类似，都是使用了2套铰链带孔壁零件作为旋转中心，同时使用了一根后孔壁作为大腿和小腿之间的支撑杆，它的一端连接2根齿条零件，同时通过两侧各4枚12齿齿轮作为阻尼结构，而另一端后面将连接大腿模块。在踝关节这里，设计师也是在这2个位置各使用了2套铰链带孔壁零件。那这个设计呢，和大黄蜂以及反浩克都是类似的，也就是可以实现整个脚部相对比较稳固的前后着地效果。另外，设计师同样也是使用带孔砖搭建出了稳固的内部骨架，
同时通过这些15461对它们进行进一步的加固。在骨架的外面也可以看到设计师预留给外甲模块的一些接口。完成了腿部大模块合体以后，我们接下来就开始身体主体的搭建。这里我们看一下身体主体的内部结构，可以看到设计师使用了比较多的后孔壁以及一些带孔砖，搭建出了稳固的内部骨架，同时也使用了一些后孔壁对这些带孔砖进行了进一步的固定。在这个骨架上可以看到一些十字轴、十字轴连接件以及摩擦销等接口，用于连接后续的外甲模块。此外，在连接髋关节的位置，设计师同样在这里做了一个手动联动结构。动力从这枚20齿齿轮进来以后，控制一枚涡轮的旋转，而这枚涡轮后面将会连接髋关节模块上的大转盘。和大黄蜂一样的，这枚涡轮将为整个联动结构提供单向的动力传输效果。髋关节位置可以看到，这里是有2套大转盘零件，其中一套连接身体骨架，用于整个大腿的前踢后摆，另一套则是连接大腿模块，也就是整个大腿的平转关节。值得注意的是，连接身体骨架的这个大转盘本身还具有一定的旋转幅度，也就是用于整个大腿的向外打开。那可以看到设计师在这里使用了一些球形关节连接件，为这个大腿向外打开的动作提供了比较大的阻尼，也是类似于大黄蜂的一个设计。肩关节位置，设计师使用了大转盘零件，同时在内部设计了4枚8齿齿轮作为阻尼结构。完成了身体主体大模块以后，接下来开始手臂模块的搭建。这里我们看一下手臂模块的关节联动，那肘关节位置同样是使用了2套铰链带孔壁零件，连接肩部的位置则是一个小转盘零件，也就是2头肌平转关节。那腕关节这里也是和大黄蜂类似的一个球形关节连接件。那头部的搭建基本是采用了砖块类零件，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同样也是使用了模块化的搭建方式。那完成了所有的大模块，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最终的合体。同时在安装完大腿模块以后，我们这里测试一下它的独立站立情况。那可以看到基本上还是可以站起来的，只是有点摇摇欲坠的感觉。一直到我们安装右手臂的武器模块以前，擎天柱的独立站立其实基本都还是可以的。不过在把整个擎天柱固定到架子上的时候，这里遇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也就是手册里只用了2枚摩擦销固定的方式，显然不足以支撑起这么重的柱子哥，因此导致咱们的柱子哥可能会向前滑出去。不过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我们需要使用2到4枚32054，从左右两侧各固定1到2枚在镜头里的这个位置。另外，作为进一步的加固，我们可以再准备2枚42003、2枚32140以及1根5单位十字轴，也就是在柱子哥背部的上方，进一步按镜头里的方法做一下固定就可以了。此外，我们还对肩部两侧等位置呢做了一下点胶加固。好啦，那么大概经过30多个小时，这款天火擎天柱就完成啦。在高度方面，总高度是达到了95厘米，那头部的高度大概是76厘米。在外观细节还原方面，我们就拿30的天火擎天柱来给大家做一下同框的对比。头部、胸部、腹部、肩部、手臂、右手的武器、髋部、大腿、小腿、脚部、背部两侧的喷射器以及背部飞翼。那细节对比下来就是这样的情况，大家感觉这个还原度怎么样呢？以10分为满分，可以把自己的评分打在弹幕上哦。在可动测试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陈列稳固性。可以看到，经过我们的加固改造，那正常去推、去摇晃，在稳固性方面呢，基本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就来测试一下它的关节可动。头部虽然采用球形关节，但是因为周围结构的干涉，所以基本上没有可动。肩关节可以水平张开，以及前后摆臂2个可动。
不过因为整个手臂的重量比较重，虽然可动，但是当角度稍微大一点以后，基本上就不太能够保持调整后的姿势了。二头肌平转关节，那可以360度旋转，不过这个28齿小转盘零件比较松。肘关节可以前后曲肘，大概有90度的幅度。腕关节，那这里采用了双段球形关节，幅度非常大。手掌一共10个可动，也没有问题。髋关节可以实现整个大腿水平张开以及前踢后摆，不过和肩关节类似，因为整个大腿的重量非常重，所以角度大了以后同样也是不能保持。大腿平转关节可以360度旋转，这个也没有问题。膝关节可以前后屈膝1个可动，而且借助地台上的凸力，它甚至可以一定程度上保持屈膝后的角度。踝关节可以实现整个脚掌前后弯曲、侧向摆动以及水平旋转，3个可动。那关节可动就是上面这样的情况，加起来一共是30个关节可动。那外甲及其他可动方面，胸前两侧各有2片外甲可动，头部两侧的翼片，背后上下各2片翼片，以及这2个巨大的喷射器，包括喷射器外面的罩子，那都是具有不错的可动幅度。相比于关节可动，那这些可动呢，反而感觉会更有意思。那整体算下来，这款擎天柱一共是包括了至少48个可动。好了，那么最后综合来看，作为一款迄今为止我们做过的最大的机甲类积木套装，在整体设计架构方面，这款套装仍然是延续了此前反浩克和大黄蜂的设计方向，非常清晰的骨架是骨架，外甲是外甲的设计手法，同时在搭建方面也是具有比较清晰的模块化设计思路。另外，我们也可以非常明显的感受到，设计师在挑战这种可以说是巨型机甲积木的过程中，在整体结构稳固性方面应该是花了不少的心思。但即便如此，它也并不是一款设计来给大家把玩的套装，以及它的所有的关节可动，主要的价值是在于可以让你在拼搭的过程中去感受那种机械联动的乐趣。此外，和其他一些大型的积木机甲一样，如果你去摆弄它的话，那么仍然大概率会碰到零件脱落的问题。不过我们认为这个方面并不算是槽点，简单说就是乐高也会掉，包括不是积木的30天火擎天柱也会掉。如果你希望它更加的稳固，那么最好是准备一瓶胶水。这个可能存在的点胶的需求，除了少量的几个地方确实是零件本身比较松所导致的，但是大部分位置其实和零件以及和设计都没有太大的关系，而是这种大型积木机甲在把玩的过程中所必然存在的问题。而且这款擎天柱都不算是大型了，而算是巨型。那关于点胶的问题，虽然我们是不提倡对积木进行点胶的，但是这种越来越大的套装确实也是越来越多，很多时候模块重量已经超越了现有零件的承载极限，所以最近我们也会给大家做一期关于积木点胶的胶水大横评，来看一下不同的胶水在积木上面的应用到底有怎样的区别。那感兴趣的玩家可以关注一下。回到吐槽环节，我们认为相对更值得关注的槽点在于，首先就是产品团队可能高估了大部分玩家的耐心，所以做了一个方便大家把擎天柱从架子上取下来的设计，也就是前面提到了只用2枚摩擦销固定柱子哥的那个设计。当然不得不说，这个设计的出发点确实是很好，可是这么大这么重的一个擎天柱，即使把它取下来的话，其实它也不太能够很好的站稳。那因为这个出发点，设计师没有在架子上设计一个把擎天柱前后方向上拉住的一个设计，因此也就会导致擎天柱有不小的向前拖出的风险，所以这也是最主要的槽点。当然解决方案也是很简单的，评测中也有提到了。小槽点方面，虽然我们可以感受到它的产品团队在拼搭步骤设计和体验优化方面也是做了不少的工作，但是仍然会感觉到做得不够彻底，主要体现在部分步骤的零件数过多，或者图示不是那么清楚。对老玩家问题不大，不过对新玩家会不太友好，所以就是需要耐心点就可以啦。另外，虽然手册中对滚度零件在每一步的零件表上做了标识，但是由于手册相对于实物存在色差，所以在找零件的时候，尤其是在图示中碰到这种灰色的零件，一定要注意一下颜色的问题。然后就是这个滚度零件会把手给弄脏的问题，也是一个小槽点。另外，相对于咱们高大威猛的柱子哥，这个地台呢，感觉就比较寒酸了。其实完全可以参考 PES 做一个稍微厚一点的，甚至带一点斜面造型的地台，那么感觉会更配得起这款柱子哥的超旗舰款的地位了。综合来说，虽然亮点和槽点都有，不过这款擎天柱呢，仍然还是亮点大于槽点的一款套装。在巨大的体积、优秀的内构设计、细致的外观还原之外，这款套装也是国产原创品牌在机甲题材方面的再一次挑战和突破。同时，从反浩克到大黄蜂，再到擎天柱，
在高度不断刷新的同时，也意味着在没有任何可借鉴的乐高套装的情况下，国产积木依然能够设计出优秀的大型作品，甚至是引领方向。那这款套装也是使用了比较多的贴纸，同时在粘贴提示方面是进行了一个分段的处理。由于这些需要粘贴贴纸的外架都可以比较方便的拆下来，所以不管是直接在成品上贴，还是拆下来贴都是可以的。只有少数几个不太方便，最后再拆的地方，那贴纸步骤也是在过程中就做了提示。关于这款套装，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就是在官方的宣传信息里，有一个 K 盒子 and 环野的信息披露。那环野呢，可能是属于 K 盒子旗下的子品牌，详细的信息呢，目前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好啦，那么本期评测呢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见。